黄金刚刚经历了13年来最惨烈的一个月，但华尔街最大的投行之一说了3个字：不改目标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在金价暴跌 15% 之后，高盛为什么死活不把年底预测从5400美元往下调？他们看到了3种买家，这3种买家的钱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一种是各国央行，一种是超级有钱的家族，还有一种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。最疯狂的是，在所有人都在卖的时候，这3种买家不但没跑，反而加仓了。但也有人在疯狂抛售，而且抛的量大得吓人。到底谁在卖？我们等下说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先说一下现在的市场情况。截至4月6号，黄金大约在4672美元1盎司，白银大约在73美元附近。听起来还是很高的数字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把时间拉回到1月底，黄金最高到过大约5600美元，白银最高到过大约121美元。也就是说，从高点到现在，黄金跌了将近 17%， 白银跌了 40%。 3月份黄金单月跌幅超过 10%， 这是自2013年6月以来最大的单月下跌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美伊战争2月28号爆发，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，油价飙到了每桶112美元以上。按照教科书上的逻辑，战争加通胀，黄金应该暴涨，但结果完全相反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情况，第一反应是黄金完了，牛市结束了。但华尔街最大的机构之一高盛，在金价暴跌之后，公开说了一句非常直接的话：我们的年底5400美元目标不变。他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？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大部分散户看不到的东西，不是金价本身，而是谁在买，谁在卖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问题。想了解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数据怎么看？我们频道会定期做中文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下一期你就不会错过。我们先说谁在买。高盛的分析师 Dan Striven 和 Lina Thomas 在报告里指出了3类买家。第一类，新兴市场的央行，这个不是新闻了，央行买黄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，但重要的是规模和持续性。高盛预测2026年新兴市场央行平均每个月要买60吨黄金。60吨是什么概念？大约相当于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Gold Trust 总持仓量的大约 5%， 每个月消化这么多。而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5个月增持黄金，中国央行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还不到 10%， 而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比例大约是 70%。 换句话说，中国要追上发达国家的配置水平还有非常大的空间。不只是中国，1月份的数据显示，一些之前很久没有买黄金的国家，比如马来西亚和韩国，重新开始增持了。乌兹别克斯坦是1月份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。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俄罗斯央行在1月份净卖出了9吨黄金，但整体来看，全球央行依然是净买入。世界黄金协会预计2026年新兴市场央行的购金总量将达到大约850吨。但疯狂的是，央行买黄金不是最让人吃惊的部分，第二类买家才是这一轮牛市真正的新变量。高盛把它们叫做 debasement trade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对抗货币贬值的交易。这些人是谁？超高净值的家族和机构投资者。他们买黄金不是因为短期看涨，而是因为他们对一件事非常担心，全球政府的债务水平以及货币政策的可信度。用大白话说就是，他们不相信政府能管好钱，所以把一部分资产换成了黄金。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？高盛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sticky， 就是粘性。
意思是这些钱进来之后不会因为短期波动就跑掉，因为他们对冲的风险不是某一个事件，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担忧，财政可持续性、央行独立性，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一场战争的停火就消失。所以高盛的判断是，即使金价跌了 15%， 这些买家也不会卖。第三类买家是西方的 ETF 投资者，从2025年初到现在，西方黄金 ETF 的持仓增加了大约500吨。高盛特别指出，这个增幅远远超过了仅靠美联储降息能解释的量，说明有一股额外的力量在推动 ETF 买入。世界黄金协会2月份的数据显示，北美黄金 ETF 已经连续9个月录得净流入，上一次出现这么长的连续流入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。接下来这个数据可能会改变你对这场暴跌的看法。既然有这3类买家在撑着，那金价为什么还是跌了 15%？ 答案是有另一群人在疯狂卖。根据搜索到的市场信息，3月份的抛售主要来自3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，动量交易者和对冲基金。Spangle 的金属分析师 Arthur Parrish 说过一段非常直白的话，他说央行是这轮牛市的第一批推手，但后来游客来了。他所说的游客就是那些追涨的通用基金、系统化对冲基金和散户投资者。在黄金2025年涨了 66%， 白银涨了 135% 之后，这些游客蜂拥而入。但 Parrish 的核心观点是，这些钱并不是长期看好黄金的钱，他们正在离场，而这恰恰是黄金下一轮上涨所需要的洗盘。简单来说，弱手在出局，强手还在。第二个方向，部分海湾国家卖出黄金储备。这个信息非常有意思，在大部分央行都在买黄金的时候，一些海湾国家据报道卖出了大约47吨黄金储备。为什么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，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影响，需要美元现金来支撑本国货币和能源市场的运转。高盛的分析师特别回应了一个市场上很流行的担忧，央行会不会卖黄金来支撑货币？他们的判断是，海湾国家更可能卖的是美国国债，而不是黄金。第三个方向，强势美元带来的机械性压力。过去1个月，美元指数上涨了大约7%，有人估算过，美元每涨 1%， 黄金大约会受到 1% 到 1% 的下行压力。3点 7% 的美元涨幅，意味着仅仅货币因素就给黄金带来了大约150到225美元的逆风。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，地缘政治风险明明在升级，但美元作为避险货币反而走强了，而黄金另一个避险资产反而被压制了。所以把今天的信息串起来，暴跌的真相不是黄金的基本面出了问题，而是短期资金在出逃，美元在走强，部分央行被迫套现。但另一面呢，高盛看到的3类结构性买家，央行每月60吨的购买超高净值家族的粘性对冲仓位，西方 ETF 连续9个月的净流入，这些力量不但没有减弱，反而在金价跌到4500减4700美元区间之后，可能会加速买入。高盛甚至说，他们的风险评估是显著偏向上行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金价超过5400美元的概率比跌破这个预测的概率要大。当然，他们也给出了悲观情景，如果美联储加息，如果战争突然结束，如果通胀预期急剧下降，金价可能回到3800美元。这就是现在市场的核心矛盾，短期在卖，长期在买，弱手在跑，强手在加仓，谁对？时间会告诉我们，本周有几件大事值得关注。明天也就是4月8号，美联储会议纪要发布；4月9号，美国第4季度 GDP 数据和核心 PCE 物价指数出炉，这些数据会直接影响市场对降息的预期。同时，特朗普给伊朗设了明天晚上8点的最后期限，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如果谈判破裂，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油价飙涨和市场动荡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些信息有价值，
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黄金年底能到$5400吗？还是你认为这轮下跌还没结束？我们频道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不错过任何一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，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